今天的影片主题啊，是当孩子遭受霸凌的时候啊，家长做对这3件事情非常重要哦。嗨，我是刀神，一个做了广告22年的创意人。今年呢，我在担任华文广告奖的评审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作品。好，那这个作品呢，让我开始去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呢遭受到霸凌，那我应该要怎么解决？后来啊，在研究的过程中，我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。如果你的孩子啊曾经经历过霸凌，又或者他现在正在遭遇霸凌，那你一定要看完这支影片，因为这支影片啊能够让你了解孩子正在想些什么，以及你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它。那如果我没有孩子呢？如果你没有孩子，那你就更应该看完这支影片啊，因为这支影片的最后啊，同样能够给你在人际关系上，如果遇到冲突时如何解决的终极奥秘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当孩子在遇到霸凌的时候啊，家长应该要做对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家长的态度啊，要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，以安抚他受伤的心。安全感。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广告当中，到底都有哪一些家长的说法，让孩子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？我们先来看看。你不要理他们就没事啦。他是故意的，老师也叫不理他，不可能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他会飞得更大力啊！我真的很怕，谁可以帮帮我？请搜寻反霸凌爸妈陪伴计划。你看一下第一支广告哦，这个家长就说啊，你不要理他们啊，不要理他们就没事啦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讲出这样的话，孩子的感受其实就是一种被忽略的感觉。好，那你让孩子单独的去面对这样的恐惧，其实最后孩子的做法就有可能形成反击，形成一种暴力的行为。这样就变成另外一位霸凌者了。对呀，一旦如果你用霸凌能够解决问题，用暴力能够解决问题，他最后就是成为那个霸凌者。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二支广告。你就是太懦弱了啊，才会被欺负啊。他们每天都说我很娘，我有跟老师说啊，他就开始把我的书丢到垃圾桶里面去，那回去不就死得更惨吗？请搜寻反霸凌爸妈陪伴计划。第二支广告啊，他的那个爸爸就说啊，你是不是太过于懦弱啦，所以才会被欺负啊？其实如果家长说出了这句话，孩子的感受是什么？你想一想，这种感受应该是很委屈吧？好像都是我的问题。对呀，所以如果孩子在内心当中产生了这种委屈啊，孩子就会对自己失去了存在感跟价值感，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力量。所以之后啊，他就会形成一种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潜意识认知。这种潜意识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子的状态呢？其实啊，他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，然后让自己过得很辛苦，拼得遍体鳞伤。其实拼到最后，他才会证明他自己的价值感。可是有时候啊，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价值感认同。就好像最近有部电影叫做《灵魂急转弯》，也是讲这样的事情。对啊，你看《灵魂急转弯》，它里面那个不就是要证明他自己很会唱歌，然后是一个很会音乐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了最后证明他自己的价值感，他失去了很多他应该要关注的东西。直到后面他才觉悟这件事情，就是原来自己的价值感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证明。其实不要说是电影啊，有很多现代的大人其实也都是这样，拼死拼活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感。可是那个价值感在外人看起来好像也就这么一回事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当你认清楚自己的存在感跟价值感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证明给别人看，其实你只要自己认同自己就可以。那我们来看看第3支广告，它又是怎么讲的？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，同学才会讨厌你？我没有，我在位置上，他们过来就围住我，笑我，说很臭。我觉得他们很烦，可以不要来烦我吗？请搜寻反霸凌爸妈陪伴计划。第3支广告以后，那个家长啊，他就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，同学才讨厌你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哦，如果当孩子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孩子心里会什么感受？他的感受一定会说：你为什么要指责我？你为什么会这样说是我的问题呢？他又会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受。真的，明明就是原本要得到父母的保护。对啊，你看孩子啊，如果再次又被你伤害，他以后为了不让自己再受到家里人的伤害、父母的伤害，他之后的做法选择就可以变成是绝口不提。
当他开始决定绝口不提的时候啊，他就失去了跟父母之间沟通的动力。更重要的是啊，当孩子不再跟父母沟通，父母也将失去跟孩子之间的连结。那这样父母再也没有办法得到孩子的各种问题、各种状况。这种做法只会让孩子跟父母越来越远。我觉得第三种情况还蛮常态的耶。是啊，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啊，就是父母都非常忙碌，也没有时间跟孩子多说话。一旦跟孩子说话的时候，就看着成绩，看着成绩以后就为什么考不好，就开始指责孩子。当孩子一直被指责的时候啊，其实他就想说，那以后我都不跟父母讲好了。一旦不跟父母讲啊，这样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了。我们来看看第4支广告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天就去学校找老师说。怎么办？知道我去告老师以后，他们绝对会让更多人来排挤我。我不想去学校，我不想上学。请搜寻反霸凌爸妈陪伴计划。第4支广告，这个父亲就说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明天去找老师聊一聊。好，其实孩子在听完这样的说法，其实孩子会再次的处于被霸凌的威胁恐惧当中。你说孩子有没有被保护的感觉？当然，当下一定会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。可是这个感觉过后啊，就是担心自己再次被霸凌，又不是小孩要的。对啊，他就不是小孩要的嘛。分析完影片当中的4种说法，大家心里在想什么呢？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什么方法都行不通哎，到底该怎么沟通啊？好，那我就来告诉大家怎么沟通。其实第一件事情啊，你应该要表达自己想要保护孩子的态度与立场。想要保护孩子的态度与立场。是啊，你就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因为拥抱啊是一个最具安全感的行为。人的一生当中啊，最具有安全感的环境就是在母亲的肚子里，那种被包覆的感觉会让人产生熟悉的安全感，所以当你抱着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有这种安全感产生。哦，原来啊。是啊，第二个，其实你在抱着他的时候啊，你可以跟他用言语去表达你想保护他，你想要他安全的这种想法。那其实透过言语的力量啊，其实你可以让他感受到他自己被支持，并且告诉孩子你是有多么爱他，多么想保护他，希望他能够远离恐惧与害怕。真的支持感超重要的。是啊，那第3个是什么？第3个啊，就是希望他能够去思考一下，思考什么对他来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可是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啊？根据研究啊，让受创者去思考，能够让他短暂的远离受创者的情绪当中。再来呢，透过孩子的最佳解决办法，来引导孩子认识霸凌背后的形成原因，并且告诉他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什么叫做不适合的解决办法。第4啊，就是让孩子知道最好的解决办法到底是什么，帮助孩子去了解情况、面对情况跟沟通，并且与孩子达成共识。达成什么共识啊？别着急，因为达成这个共识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第2点。第2点呢，当孩子遇到霸凌的时候，家长应该要做对的第2件事情，最重要的是面对霸凌者、了解霸凌者跟沟通霸凌者。对，在展开这个之前啊，我们先来聊一下霸凌发生的原因。霸凌者啊，通常都是跟你的孩子差不多年纪的同学。对不对？所以会产生霸凌这件事情呢，因为多半他们的内在情绪是无法被解决的，所以产生了一些扭曲的行为。就像在家里被家长打，所以到学校打同学。不完全是这么说啦。其实举例说明，当孩子觉得他自己没有价值感的时候啊，他就要透过霸凌来让自己产生有用的感受。当他没有存在感的时候啊，他就会透过霸凌来证明自己在同学之间是可以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。又或者是因为嫉妒产生的霸凌，为了要证明我比你强的自恋情绪。所以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，在家里被打，然后到学校里面去打同学，不完全是因为在家里被打的时候他受挫，受挫之后他到了学校，他就想要证明他其实不是一个 loser， 他会去做一些霸凌的动作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啊，在家长面对霸凌者的时候啊，其实有时候不要去露出一副就是我就是来讨债的，我就是来责备的样子，而是应该摆出自己认真严肃的状态，来跟霸凌者平等的沟通。哇，平等沟通，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，也很有学问。是啊，所谓的平等沟通是什么？是不要以年龄来倚老卖老，也不要以身份以上至下，而是一种朋友之间的对话进行。那这样子的方式啊，能够让对方感受到，其实你是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来面对他，同时你也尊重对方，让对方感受到是平等地位。尊重这件事真的很重要。对啊，因为当你的态度啊、立场都明确之后啊，接下来你用尊重的方式，你就可以了解到更多霸凌者的状况了。还记得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关键吗？就是因为霸凌者在内在的情绪啊无法获得解决，所以他产生了一些扭曲的行为。那所以了解内在情绪就变得非常重要。
那在像他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啊，处在原生家庭的影响期状态底下，所以他们疏于父母的关爱照顾，所以才导致内在的情绪无法获得解决。所以当你透过观察，就可以来了解孩子的情绪缺憾在哪里，有可能是存在感啊，有可能是价值感的问题啊，也有可能是嫉妒造成的各种原因。哇，那你花了这些时间去了解之后呢，要怎么做啊？其实，当我们找到这个情绪缺憾的原因的时候啊，你应该要表明你的善意，沟通你的善意，愿意像朋友般的给予协助。那这里所谓的帮助啊，并不是单纯指的是金钱上的帮助，而是给予更多关爱，创造一些能够满足他匮乏的心理的感受。哦，对啊，比如说抱抱。无价值感的时候啊，你就给予他赞美；没有存在感的时候呢，你就给他展现的机会、表现的机会。当他在嫉妒你的孩子的时候啊，其实你就可以给予这个孩子跟你孩子相同的条件。说到这里啊，就到了家长应该做对的第3件事情。重要的是什么？用给予代替惩罚，代替索取。用给予？对啊，过去也有很多家长跟霸凌者的师长、父母谈过话之后啊，霸凌者只会感受到更严重的责备，然后他就会把这种受伤的情绪啊，再转嫁报复在你的孩子身上，这样其实只会产生更大的伤害。所以呢，霸凌者他其实说白了也是个受害者。我们的目的啊，不是要让霸凌者变成受害者，因为仇恨只会创造仇恨，伤害只会创造伤害。所以用给予的方式啊，其实就是一种爱的频率。这里所谓的给予啊，是给予关心跟爱。当你真的把霸凌者当成朋友一样对待的时候，他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尊重与爱。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哦，就是在美国啊，有一位孩子，他告知了父亲他在学校遭受了同学的霸凌。然后父亲呢就很快到学校找到了这个霸凌者，经过几番的沟通以后，才发现这个霸凌者是因为家境不好，买不起干净的衣服，所以很嫉妒他的孩子有干净的衣服穿，有好看的鞋子穿，所以才透过霸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感。然后这位父亲听到以后，他并没有发脾气，并且带着这个孩子去商场买新的衣服跟鞋子，并且拍了一个视频称赞这个孩子。之后啊，这个父亲就带着这个孩子跟这个自己的孩子面对面，就像男人般的对话一样，把话讲清楚。该道歉的道歉，该言和的言和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父亲他其实也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跟这个小男孩霸凌他孩子的这个人平等的对待，平等的身份，并且呢，让他跟他的孩子就像男人之间的对话。之后啊，还留这个霸凌他孩子的这个人跟他的孩子一起在家打游戏，他们2个人后来就变成很好的朋友。这不就是最完美的处理方法吗？哇，这个父亲真的是很有智慧。当然了，把敌人变成朋友，把赞美代替责骂，用给予代替惩罚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。所以不论在学校的霸凌，又或者是职场上的霸凌，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啊，只要记得下面一句话，你就能够解决90%以上的冲突。什么话？那句话就是先解决心情，再解决事情。有道理。对啊，所以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，当孩子遭受霸凌的时候啊，父母应该要做对的3件重要的事情。第1件呢，就是家长的态度啊，要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感。安全感。对。第2点呢，就是面对霸凌者，了解霸凌者，沟通霸凌者。第3个呢，就是用给予代替惩罚。更重要的核心关键是什么？先解决心情，再解决事情。对啊，所以这个频道啊，其实就是在分享我在人生当中遇到的大小事情，都是用创意的角度来解决的一些方法跟内容啦。如果你感兴趣的时候，欢迎怎么样？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。没错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分享频道收益的20%给前5000名的订阅者的活动，详情请看下面资讯栏的内容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啦，下周见，拜拜。拜。